其实不同年龄的牛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口感跟味道。那这个是一个10岁的，它的肉质的确是红肉稍微比较多一点，比起和牛或是这种古饲牛，它的确它的油花看起来不是那么多。可是我们要知道，吃牛肉并不只是吃它的油啊，你今天吃是牛肉，不是牛油。那这只我就觉得很厉害，13岁以上的老牛。我们今天全部都用所谓疏肥的方式来处理这4块牛肉。和牛的油花真的是很厉害，比较厚的肉，它脂肪超级甜，然后鸡肉里面脂肪也很浓郁的味道。不是牛排，我们不只是追求一个嫩而已，牛排我们要追求的是它的风味跟它的脂肪的嫩度去做的调和的一个，它等于是一个蛮复合性的东西啊。搭久之后，那个香气总会跑出来。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味之旅。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我从来就没有在碰的一个主题。那这主题呢，就是牛排。那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去煎牛排，不是。今天主题不是，今天我想测试告诉大家说，其实不同年龄的牛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口感跟味道，影响牛的风味的原因有非常多。那一方面像如果是草饲牛跟谷饲牛，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然后前面是草饲，后面再谷饲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那像美牛的话，就大部分是谷饲牛，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纽西兰、澳洲这些的，可能是以草饲牛为主。不过现在纽西兰的牛他们也喜欢用就是草饲，前面可能1岁2岁这种草饲，然后最后可能会谷饲个可能100天啊、200、150天这样子。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年龄的部分。那年龄的部分呢，因为美国曾经就是有狂牛症的问题啊，所以他们的牛肉在输入台湾的时候呢，必须要在30月龄以下。30月龄就差不多2年多不到3年嘛。2年多不到3年的牛，它毕竟它饲养时间比较少，它能够累积在肌肉里面的味道也会变少。再来就是像这种日本和牛。对，日本和牛的部分呢，它的肉一样，他们是有狂牛症的问题，所以呢，它的牛就是也只能在30个月龄之内输入台湾。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呢，它就是排名全世界的牛，就各种餐厅的牛肉这样子。然后美国就是有非常有名的那家 Porterhouse 的干式熟成牛排馆，它其实反而没有在很前面。对，它非常有名，也非常好吃，可是它没有在很前面。那最后得到最高名次呢，是一个在我记得是荷兰吧，就是他就是养了16岁，对，16年的牛，很老。对，我觉得当时我听起来我觉得蛮 shock，16岁就等于一个 teenager， 而且以牛来说，他年纪真的非常大了。那他反而是觉得那个16岁的牛吃起来是最好吃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很疑惑说，牛真的这么老的牛，它不是会很硬吗？那会好吃吗？今天就来试试看各种不同岁数的牛肉，它吃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次我准备了蛮多种牛肉啊，其实也没有很多啊，那4种。对，那刚好是不同年龄跟不同的状况的牛肉。那我们先介绍最年轻的这个日本和牛。日本和牛我们刚好讲过，就是它必须要在30个月龄，就是它2岁多。最多就要来台湾这样子，就是它不能超过30个月龄。通常比较好吃的和牛的话，大概是2岁的处女牛是最好吃的。那这个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这个秋田牛。秋田牛的话比较有意思，就是它是在秋田那边，然后它是喂米的。然后这个是短角牛。那我们今天都先不讨论品种啦，对。那我只稍微介绍一下。那它这个应该是2岁多的。应该没有很久，应该没有到30个月龄的。然后它上面有写它是 A5 等级。今天选用全部都是纽约客的部分，我尽量让实验的误差不要那么大，当然已经误差很大，那尽量让它少一点，就是部位让它看起来是一样。那我今天准备的都是纽约客牛排。那这个是日本和牛 A5 等级的，然后大概30月龄以内，它正确的时间可能要问杀它那个人才会知道。对，因为每只牛它能够出场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啦。然后这个是澳洲安格斯牛，应该也是2岁多3岁以内的，因为它最后是谷饲300天，对，让它肥育期比较久。通常谷饲大概就是150天到125天之间。那这个谷饲300天的话，就是它谷饲时间相对澳洲牛是久很多的。看它油花其实也蛮不错的，然后也是一块纽约客牛排，单价大家自己参考，对。然后比和牛便宜一些，它会稍微比和牛养的久一点，那吃起来味道会不会不一样？这样子，这次我很幸运哦，这次买到都是在特价中，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很特价，就是。然后这是在美孚买的，我想说就是尽量挑大家比较方便买得到的肉啦。你真的要去找的时候会比较好找，不要说每次我都在进口商店找。然后这一块是 Vintage Beef。Vintage 它是澳洲的一个品牌，这个牛就不是安格斯牛，这个牛它是欧洲英国混血的一个牛的品种。那它的重点是它是要60个月以上才会出的牛肉，对，60个月差不多就是5年嘛。然后可是我昨天去拿这个肉的时候呢，老板跟我说这只不是5岁的，这只是10岁的。本来想说中间就稍微隔一下，什么3、2、3、5之类的，可是没有办法，对，我拿到10岁牛，虽然间隔比较大，区间可能拉大一点，不过没关系。它不是纯血牛，它是混血牛，它的肉质的确是红肉稍微比较多一点，比起和牛或是这种谷饲牛，它的确它的油花看起来不是那么多。可是我们要知道，吃牛肉并不只是吃它的油啊，你今天吃是牛肉，不是牛油，不然你就切这一块来吃就好啊。对，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它肉里面的风味，跟它储存在脂肪里面的风味。那油花多一点，我们通常会说它的脂肪酸会比较多，然后它可以引入比较多的风味，譬如说它吃的饲料，就是酒粕啊，或是米啊这些的，它能够带过它肉里面的风味是不一样。然后重点是，它的肌肉储存的味道跟它的氨基酸，然后再搭配它的脂肪的时候混合起来的味道，这才是牛排它真正好吃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10岁的牛，草饲牛。纽约客这块肉其实蛮有趣的是，有人说它是软，有人说它有嚼劲，可是我觉得其实是看做法，我觉得它是相对有，因为它这边有这块筋啦，对，然后可能旁边也会有一些筋，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我觉得它风味是非常非常棒，风味非常的清爽，可是又够浓郁。应该说它不会像乐条这么的重的味道，可是它又比菲力更有风味一点，因为菲力比较稍微没有风味一点，所以它大概介于乐眼跟菲力之间的一块肉的味道，对，然后口感也差不多是比乐眼再有咬劲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只我就觉得很厉害，13岁以上的老牛。那怎么会有人把牛养到那么老，然后拿来肉用？对，而且它是和牛，看起来跟大家觉得日本和牛的那个，看比起来就。对，油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这个牛它算是繁殖场里面产和牛的母牛，就是和牛的妈，和牛它妈，不让它生小牛之后，它特意的把它肥育之后呢，拿来做成肉用的牛，所以它会储存了非常非常久的风味。毕竟肉用牛跟那个繁殖牛，它的饲料长期下来是不太一样的啦，所以它味道会跟肉用牛基本理论上是会不太一样。对，然后它也是和牛，那我是蛮期待就是和牛的风味，就长期累积的和牛风味，然后搭配它稍微做一些肥育，它看起来很红啊，红肉很多，可是其实仔细看的话，它的在肌间的脂肪的分布率其实非常好，它肌间脂肪的分布率我觉得非常好，它的纽约客我觉得就蛮有趣的，是和牛的品种，那可是老牛。就是蛮特别的，对，这是澳洲的 Rome， 然后这一只的话是 7 Plus， 就是7+的等级的牛肉。刚刚我们这个是日本的等级是 A5 的，那其实这种等级有时候我觉得看看就好，对，虽然等级会影响它的价钱可是你实际上还是要看这块肉到底看起来它的切面是怎么样。其实以他们去分级的话，他们也是要看切面所以分级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可是它还是很看人，对我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看人。这边看一下这个 Rome 这个品牌的它的乐眼，超小块，对不对？这一块是我自己拿回来切的啦，这块是那个IBP 的，对，美国牛的乐眼，然后是 Choice 等级的，大小就真的差很多，觉得还蛮妙的。可是你还是可以明显看到它上面的上盖肉跟这边比较瘦的部位，对，还是很明显。然后脂肪颜色就相对很深，比起这种谷饲300天的，还有和牛，其实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牛肉到底差在哪边，因为它的脂肪的颜色色差就很多。反正和牛几乎是全白的，刚刚跟它吃的饲料有关系啊，有没有吃草还是有差，可是它累积在脂肪里面的味道就会差很 ，Vintage 就你看也是颜色差很多。我为了要减少这个实验的误差值啊，所以我就全部都是用冷藏肉，对，这些真的画重本，对，全部都用冷藏肉。我们尽量就是让他们在同样的条件底下去做烹煮，
我们今天全部都用所谓疏肥的方式来处理这4块牛肉。我今天设定的温度是53度，因为每一个水域的机器有点不一样了，对，然后不同的机器它的水流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就还是实际要拿一个更可靠的温度计来测它的实际温度。好，我们现在弄完所有的肉，那从这边开始介绍，这个大概是2岁多，这是3岁的，然后这个是 Vintage 的，应该是10岁的牛，然后这是16岁的牛。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我们先从年纪最小的开始好了，对，长幼有序。其实我都把它煎蛮熟的了，而且这是疏肥的，你看，疏肥就会是这种色泽，灰灰的。对，可是还是很嫩。和牛的油花真的是很厉害。啊，撒一点盐来吃吧。和牛的确是比较油肉。这个秋田牛的话，就是它，脂肪的味道很浓厚，就几乎都是油脂的味道，吃起来很浓厚，然后。就是可以吃到油脂的风味，可是肉的味道我就觉得相对比较淡一点点，是好吃的。纽约客这块肉本来就风味稍微少一点点，还是很好吃啊。然后接下来我来切这块，这块是虎视300天，大概3岁的牛。我都是用同样的刀法来切啊。我们今天没有想要讲口感，虽然和牛真的超软，直接软。撒盐在这边直接蘸好，知道？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它的草饲的味道的确是比较浓的，那个是黑牛特别的风味，在这边有吃得到它的甜味。它不像和牛就是很油很甜，这拿来做牛排的话，就是可以明显吃到它的之前有草饲过。而后来就在肥育之后的味道。那我在想说，这个和牛它味道比较淡，是不是因为它吃的饲料有一大比例是米的关系？对，它可能有一大比例是米的关系啊，所以它味道稍微淡一点点，反而是另外一个比较清爽的味道。这种和牛的味道我比较少吃到。对，那这个安格斯牛，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甜味很够，风味很足。就是我很熟悉的美牛的味道，然后接下来这个是10岁的，好来吃吃看，这个是10岁的，这就很明显它的肉的风味跟这就是不一样的。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安格斯牛的味道是我很熟悉的味道，然后这个它比较带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他们其实都有用，我刚刚疏肥的时候都有用大蒜，可是我觉得这个蒜味反而吸收的很进去，因为蒜味很重，有个特殊辛香料的味道在它的红肉里面，那红肉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辛香料的感觉。可是我其实就只有加了奥勒冈跟大蒜，我连胡椒都还没有加。可是这个味道明显就比它还要更深层一点。因为安格斯牛的味道本身就是很鲜甜，然后这个除了鲜味之外，它有一个很难形容这是我没有吃过的牛肉味，我必须要这样讲。你觉得是什么味道？
吃一个看看，它脂肪有点青草味，脂肪跟筋的地方有点青草味，所以我就不喜欢把这个油修掉，就这样，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风味在，而且它可以让你的牛排的口感就是从这边到这边，这两边口感会不一样。所以它这边会有咬劲，然后这边是提供不同的风味的，然后这边是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块有时候修掉太干净，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常常都觉得说，这把筋啊、油啊全部去掉之后，你就会少掉一些风味。有些人很坚持说他要吃到没有筋的牛排 ，OK。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像乐眼，我就不会去得很干净，这个我也不会去得很干净，就是它可以提供不同的风味的乐趣这样子。因为明显它味道就比安格斯重一点，你去看安格斯，安格斯就是它甜味很重，谷式的味道很明显，对不对？然后这种纯草饲牛又没有那种谷物的甜味。然后我们再来切下一块，这一块是16岁的牛，你看它还是和牛，所以它的肌间质其实还是很丰富，虽然它肉比较小，对。然后可以看到它其实肌间质还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啊，我来吃吃看。沾一点盐吃吃看，它就是和牛的味道，可是没有那么油，加上这一种草饲牛的那个风味在里面。它脂肪非常非常的甜，它脂肪超级甜，然后鸡肉里面脂肪也很浓，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浓郁的味道。就真的比较自然，然后就在吃牛的味道感觉。我觉得这块肉一定要经过熟成啊，因为毕竟它年纪比较大，所以至少要10熟成。那我想它拿去做干式熟成的话，它味道应该会更浓更香，然后肉质会更松散一点点。然后这块肉蛮适合用舒肥的来弄，是因为舒肥的时候可以让它的蛋白质在水浴槽里面，它的肌肉里面的蛋白酶可以再把肌肉就是再分解一下，让肉可以更不容易老。因为我觉得其实也不会老，对不对？那这就是2岁、3到5岁，然后10岁，就5到10岁，然后再来是13岁牛，它们吃起来风味，当然除了它们的那个品种不一样之外，我觉得累积起来风味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肉里面感觉不一样。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它的脂肪，其实颜色都会不一样，所以它能够累积在体内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和牛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适合做烧肉的肉，它就是很甜，脂肪味很浓，可是它鸡肉里面累积的味道就跟这个比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它没有累积那么多味道在里面，可它本身的味道是浓郁的，它就有点像一个浓汤或者白酱这样的感觉。安格斯牛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味道很活泼，然后鲜甜这样子。可是它像这种有经过草饲跟美国那种完全没有经过草饲，它这种的味道又稍微再多一点点层次。10岁的牛跟3到5岁的牛吃起来味道当然也是有差的。我觉得浓度的话，其实就是从老的开始排，浓，然后到淡这样子。那我现在再回来吃和牛，就是觉得脂肪味很重，因为我觉得都是以脂肪味为主的一个状况。而且我觉得它的风味是好辨识的，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拍了一个煎牛排的影片，对，然后我们就是有吃这一块，然后我们刚刚有点疑惑这2块到底是不是如果没有弄错，因为看起来有点像，可是刚刚一吃我觉得就很容易分出来，就是这一块就是13岁的牛，这块就是 One Vintage 的牛，对，所以我觉得风味是很明显，而且这个牛它的特色。Rome 的这个13岁的牛特色是吃得出来，所以是不是大家都要去追求这个这么贵的日本和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不是说和牛不好，我觉得它的烧肉真的世界好吃。对，如果我今天要上天堂了，让我可以选一餐的话，我还是会选和牛烧肉。对，这个牛排也很不错，可是我会去选和牛烧肉，因为它是给我一个我想要死之前可以给一个快速的冲击的感觉，幸福感。那可是和牛，我觉得很需要配可乐，对不对？那你再吃一个安格斯牛，所以我们刚刚从和牛开始吃，对，如果一开始就吃这个，然后吃到和牛的时候，我会觉得淡而无味。从 Rome 再来去吃这个秋田和牛，我不是说它不好吃，可是就会觉得它是比较没有味道的。
比较不有趣。对，比较不有趣，然后不活泼。对，那安格斯牛很活泼，就是它也很不错。对，然后它的甜味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味道，因为谷饲牛的甜味就是很有趣啊。然后可是草饲牛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很深沉的感觉。它们这两个一样是和牛，可是饲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方式，所以它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4块肉都表现很好，因为我煎的啊，对，没有，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非常好，然后都有各自的风味。可是如果是牛排的话，我会选择可能这3种安格斯啊，这个或者这种澳洲草饲的牛，或者这个草饲的那个和牛的母牛这样子老牛。那如果今天是做烧肉的话，我就不认为这个老牛是会非常非常适合，可能要用很好的方式去处理。可是它直接去切的话，就要看部位，然后还有你烤的方式。觉得它如果以烧肉来说，这2个和牛它会是最容易让新手上手，然后做出好吃的东西。因为和牛，因为烧肉基本上是客人在处理嘛，那和牛它烤一下就可以吃了，它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个草饲牛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经过师傅的处理。如果要做烧肉的话，那当然这种牛它拿来做红烧啊什么的，或者做其他炖煮类料理的话呢，它的风味都会比较浓厚，也比较适合。那和牛我觉得它拿来做炖煮就会有一点点浪费。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和牛汉堡，我自己觉得和牛汉堡是有点可怕的东西，有点太油腻了。你有吃过吗？有点可怕，对不对？那安格斯牛跟这种草饲牛的，我觉得就做汉堡就会很有趣，因为整个汉堡的风味都会变得更活泼。我今天不是要diss谁，我觉得都很好吃。对，只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不要去迷信说几岁的牛会比较好吃，就它有不同的方式，不是说越年轻的牛就越嫩就越好吃，不是。牛排我们不只是追求一个嫩而已，牛排我们要追求的是它的风味跟它的脂肪的嫩度去做的调和的一个。它等于是一个蛮复合性的东西啊。其实今天的结果大概就是跟我预期的有点差不多啦。那安格斯也很不错，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安格斯的味道，只是相对它谷饲的比较久，风味我觉得就有点介于就是和牛跟这种混种牛之间啊。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去讨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 Vintage 的它有一个就特殊的味道，我觉得是好像是坚果的那种味道。对，刚刚比尔熊说吃起来像坚果味，烤过的坚果味，我觉得是某一种辛香料的味道，那种很特别，就它的这个味道特殊。对，不过他说他最喜欢的是那个安格斯牛啊，他觉得安格斯牛吃起来风味比较甜，是比较甜吗？还是比较嫩？比较甜。你觉得比较甜？就是嫩度跟甜度综合起来。嫩度跟甜度整个综合起来，你最喜欢这个？可是这2个你觉得就那2个就是稍微扎实一点，还是你觉得这个是比较熟悉的味道，这个比较不熟悉？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有考虑到这个心理因素吗？我刚刚一直说这是我最熟悉的味道，所以我很习惯它。安格斯牛是我很习惯的味道。这2个是不是你没有吃过的味道吗？这2个牛确实没错没错。如果你今天吃惯了这个牛，你绝对没办法吃这个牛，对不对？就不要说这个牛啊，和牛。你可能觉得有点如果今天真的要选的话，直接淘汰一定是和牛。就以牛排这个料理来说来讲的话，就绝对不要想吃和牛牛排。那后面那3块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我的意思说它不会到，例如说90分跟70分或60分的差别，没有，它可能大概就是75到85这个区间。我觉得是它就是胜负很差很少一点点而已。对，因为我们刚刚吃牛排吃到就觉得超级腻，我们2个吃不完，所以我决定要就是搭配一些酒来。这个是一个智利的梅洛，然后我没有 chill 它，所以它现在温度应该又是我房间温度，虽然我们开冷气，可是应该有一点温。我们搭配它吃吃看啊。我刚才说要搭酒的原因是因为刚吃完这几个牛肉之后，我发现吃这个草饲牛的时候，它的味道啊会一直留在你的口腔，洗不掉的感觉。对，尤其是这2只，对，所以我才说这应该要搭个酒，会比较清爽一点点。我觉得它的肉饱和脂肪算很高，对它像这种谷饲的，他们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尤其像和牛啊，日本和牛这一种，它就是手摸在上面那个油脂就会融化，那这些他们就是
草饲牛就饱和脂肪酸会比较高，就它的脂肪比较容易凝固，所以相对容易卡在口腔跟味蕾里面。可是这就很适合搭酒啊，尤其适合搭那种辛香料比较重的。我觉得辛香料重的应该蛮适合的、啊，Shiraz 之类的。那这支梅洛其实我觉得它有点辛香料味。因为我觉得搭酒会有另外一个层次出来了。它的这个你刚刚所谓的烤过坚果味好像又变很多，我觉得这个 vintage。然后那个 vintage 就是跟那个安格士比起来，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点是，我觉得它胜出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梅纳的那个香味会比安格士更棒。哦，对它比较容易接触梅纳反应。对对对，如果你只吃梅纳那一块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它的效果真的是超乎预期的好吃。哦，所以有可能坚果会从这边来的，对不对？那就可以煎出很酥的这个梅纳反应的外壳。这个就我刚刚超级怕它煎太熟了，所以没办法，时间到我就是拿起来。那这个很容易煎出来。那我觉得跟它的那个鸡肉里面的肝糖量有关。梅纳反应是需要糖类去处理的，所以跟它的肝糖量应该是有点关系的。所以它糖类跟蛋白质组合在一起，然后经过高温之后就产生了梅纳反应跟焦脆的外壳，会比这些像刚刚我觉得最难弄的就是日本和牛。日本和牛它最难煎出梅纳反应的外壳，对，没办法煎到那么黑呀、它再煎下去我怕它是全熟了，没办法。那这个就是看它这边脂肪比较多的这个外面这一层就很好煎，而里面就不容易。对，那个敲起来感觉就差很多，像这两个草饲牛很容易就会上色，就可以煎出那个酥脆外壳。这两个就相对难搭酒，这个味道更有层次一点。不过我相信可以找到更适合这些肉的酒。搭酒之后那个香气总会跑出来，我觉得你等一下试试看。搭酒之后整个香气都跑出来了。哦，我真的觉得要配可乐这么多肉，有点痛苦。好，大家来票选一下，经过今天的讲解，你比较想吃哪一块肉？然后我们来做个团购，可以先做个抽奖。好，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对，你们想要团购来抽奖？你今天想要抽奖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团购，大家看看你想要吃哪块肉。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订阅、分享和按赞。那现在礼拜一晚上我几乎都会开直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跟我们上线聊聊的话，那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直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我现在有一个 LINE 的社群，我会把它放到资讯栏里面。那目前是开放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那进入LINE社群里面有很多比我厉害的很多人，他们会聊很多有趣的话题，欢迎大家到我们的LINE社群来。然后里面有些如果之后会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或团购的话，我们会或是线下活动，我们都会先丢到LINE社群里面做讨论。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